们，我们极客湾的办公室终于开放给大家参观了，而且是随时开放哦，半夜3、4点来都没问题。办公室就是你家，东西随便拿，顺便如果你在参观的路上遇到了猪王，来啪，随便揍他一顿也完全 OK， 我没问题。那来我们办公室的这个交通费、住宿费、停车费什么的，我就不给你们包了啊，我来给你们讲一下办公室的地址。roomtour.socpk.com， 没错啊，我说的这个带大家参观是线上参观啊。这次我们借助影灵 A1 无人机和影10 X5的全景相机啊，对我们整个办公室进行了一次高清扫描，然后在线上用高斯破键技术重建出了这样一个3维的我们极客湾的办公室。是不是老粉丝们听完之后已经有点想来参观了呢？先别急啊，在正式开始瞎逛之前呢，我想先按照我们频道的惯例啊，先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一次的赛博办公室背后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实现的。其实啊，它用到的是一个2023年开始兴起的新型图形技术，也就是3D 高斯破键。它可以实现从照片快速重建出真实的这个3维场景啊，并且实时以自由视角观看啊。那这个高斯破键和我们平时熟悉的3D 游戏的画面又有什么区别呢？啊，正常的3D 计算机图形呢，比如说你在一个游戏里要建一个办公室，对吧？这需要依靠美术去手工建出多套3维模型的。像这个办公室里的桌子、椅子、墙壁、柜子、电脑啊，其实啊都是由大量三角形拼出来的多边形网格。建完模型之后啊，还要给它展开 UV， 贴上颜色贴图、法线贴图、粗糙度、金属度这些材质信息，然后啊再布置灯光啊、反射啊、阴影啊，最后由显卡把这些三角形投影到屏幕上。计算每个像素该是什么样的颜色。哎，你可以说啊，这个是传统的基于多边形的这种3D 管线，它更像是在游戏里新开一个虚拟世界这种感觉啊。那它的优点就是可控性很强，每一个物体、每种材质、每一个灯光、阴影都是单独可调的，你想怎么搭就怎么搭。但缺点就是很费人工啊，用大量的开发人员、大量的美工才能搭出像样的大场景。图形学这个东西呢，很多时候就是在以假乱真嘛。为了把假的做出真的效果，你就要一点点去调灯光，一点一点去抠这个模型的材质，还得考虑性能开销，对吧？难道就非得要做假吗？有没有办法一开始就做真的呢？哎，这就得说到我们今天的主角高斯破键了。这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方案，它是先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场景进行采集，比如拍下很多的照片啊，或者是视频啊，像我们这一次就是用影灵 A1 全景无人机和影10 X5 全景相机，在我们办公室里拍摄了大量的360度全景视频。有了这些素材之后啊，软件就会先做一件事儿，搞清楚每一帧画面是从哪里拍的，镜头朝哪个方向，看到了哪些共同的东西啊？比如这张图里有这个桌子，那张图里也有这个桌子，只是角度不一样，那软件就可以通过这些特征反推出相机在3维空间里的位置了。简单来说啊，就是先把照片之间的关系算出来，然后啊，它会把照片里拍到的这个真实物体呢，转化成一大堆3维空间里的小云团，也就是3维高斯，像是一种升级版的点云吧。这些云团啊，就是这一坨坨的这个雾气呢，全都是有大小、有方向、有颜色、有透明度的。有些云团很扁，它可以贴在墙上；有些云团很细啊，可以表现桌边啊，还有柜子边缘啊。有些很小，可以用来补充画面里的细节。整个办公室啊，最后就被拆成了几十万、几百万个这样的小云团。那为了确保场景的准确啊，会不断的从原来的拍摄角度把这些小云团渲染成画面，和真实照片做对比，哪里不准就自动调整哪里，慢慢的就把这些小云团调整到看起来比较真实了。其实这个高斯破键还挺好理解的吧？简单来说啊，就是用大量真实的照片当参照，让算法一点点的把这个空间拟合出来，最终经过显卡渲染出来的就是一个能够自由移动视角的真实办公室啦。那它和之前的一些看房观展用到比较多的360度全景体验呢也不一样。像这种全景图呢，通常是你站在一个固定点，只能够转头看四周的啊。但是高斯破键是真正把空间关系算出来了，你不只是能转头，还能往前走啊，靠近某个物体啊，以任何你想要的视角去体验。
所以高斯破键才能够做成游戏的形式啊。那当然，高斯破键也有它的问题，它不像传统的多边形建模那样，每个物体都有清晰的边界和结构，可以很方便的去加碰撞盒、做交互啊、做物理模拟。这个高斯破键的项目是很难做交互的。你想单独把一个物体拿起来啊，或者是让每个物体都可拆可动啊，或者是让角色和桌子发生准确的碰撞，都非常的困难啊，并且遇到半透明啊、强反光啊，或者是没拍全的情况下呢，它也可能会出现边缘发糊、画面破碎等问题啊。不过对于一个没什么交互的云逛展项目来说啊，我觉得这个高斯破键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为了能高斯破键出最好的效果啊，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办公室里的这个实景高清扫描下来，这就要用到一个好东西了。当当当当，影灵 A1 全景无人机，哎，这玩意儿我们可是上手体验了好久呢，我感觉还真的是挺好用的啊。毕竟做高斯破键最重要的就是要拍得全。影灵 A1 啊，作为一款全景无人机，它一次飞行就能把周围360度的画面都记录下来，对我们的这个需求来说是再合适不过啦。它最高啊可以支持拍摄8K 的全景视频，画质足够高，并且作为全景无人机，它是可以做到先飞行后取景的，不用像传统无人机那样边飞还得边纠结于运镜啊。所以你就按照规划的路线飞一趟，然后舒舒服服的坐在电脑前运镜就好了。哪个镜头不满意了，哎，你再换个角度，哎，想用哪条就用哪条嘛。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就不是用哪条的问题了，我们扫高斯破键是全都要的了啊。它还有最长39分钟的续航，做大场景采集的时候呢，可以一次采好多的素材，不用频繁的中断换电池。这一次啊，我们就是用影灵 A1 在办公室里飞了多条路线，再配合影视 X5去补一些近距离的细节和无人机不方便拍的一些犄角旮旯，采集了足够多的素材，就能够忠实的重建出我们想要的场景了。那在室内飞无人机，大家可能第一反应是真的不会炸机吗？新手能飞得来吗？啊，我觉得影灵 A1 在这一点上还是做了不少功课的。它支持体感操控，指哪飞哪，比传统的摇杆要更直觉，而且还可以装桨宝，搭配它的全向视觉避障算法，前后左右上下遇到障碍物的时候呢，都能够自动的判断。第一次飞的同学还可以试一试它这个虚拟试飞场，做一下模拟的飞行训练。哇，戴着这个 Vision 飞行眼镜，真的就像在玩 VR 游戏一样模拟飞行啊！等到你练熟了之后啊，就可以连上无人机，戴着眼镜用第一视角在外面飞了啊，这太有沉浸感了，圆你一个机长梦啊！当然了，无人机还要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啊，就是比较严格的报备管控。那这一点其实影灵 A1 在无人机品类里也是有优势的，就是 A1 的机身重量啊只有249克，便携性很好的同时呢，也卡在很多重量限制以下。去海外旅游的时候，你可以节省很多报备或者是考证的手续。而从5月14号开始呢，国内 UOM 的蓝色试飞区也已经扩大了，249克的无人机在很多地方无需报备都可以直接飞120米以内的这个高度了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比什么参数上的优势都要来得更重要啊！当然实际起飞前呢，还是要看一下 UOM 的空域查询啊，该报备的地方还是要报备的，注意安全合规啊！其实从放宽 UOM 试飞区也能看出来，政策上还是想要发展低空经济的。大家出门旅游的时候，如果是去一些不限飞的地方，被一个无人机确实能够看到不少独特的风景啊！甚至于你也可以像我们一样，把你想保留下来的风景用影灵 A1 记录下来，然后转成高斯破键啊，做成是游戏场景也好啊，或者做成云游览也好，完全都是没问题的。而且618期间啊，这个影灵 A1 也是有一波限时优惠，到手价4999元起。如果你对低空拍摄、空间扫描这些玩法感兴趣，就赶紧去了解一下吧。有了影灵 A1 扫出来的素材之后啊，我们就可以转换出高斯破键的模型了。这里啊，我们请 MIPMAP 的同学帮我们把全景视频转成了 PLY 格式的 3D 模型。MIPMAP 的软件接受影灵 A1 原生的这个全景视频 ISV 的格式导入之后啊，就会进行全景的解析啊、位姿对齐，还有高斯破键的训练，基本上是自动化的就可以把这个全景视频转换成3维的高斯模型了。那我们本来是打算在虚幻引擎里做这个项目的，毕竟对我们来说呢，这个虚幻引擎我们是更了解一点，做游戏的交互也会更容易。但折腾了很久啊，就发现虚幻对于高斯破键项目的支持还很糟糕啊！依赖各种不太成熟的第三方插件的同时呢，做出来的性能也比较差，显存没个16G我们都很难跑得动啊！而且我们也无从下手，就不知道要怎么去优化才好啊，因为就根本没有几个人做过这种项目的优化。后来我们就发现啊，其实高斯破键社区已经有一些自己的引擎，还有专用的格式可以提高性能了。比如这个 Play Canvas 的开源引擎，以及它所支持的 SOG 格式，相比传
传统的 3D 模型用的 PLY 格式储存高斯呢，这个 SOG 格式呢，它就会把不同的属性拆分到不同的图像纹理当中，然后用多种方式对数据进行量化，通过更聪明的手段，在相同的比特数里留存尽可能多的细节，最后再使用 WebP 的图像编码来进行压缩，大幅减小了占用体积并且它也支持生成不同档位的 SH order 来方便做出体积和质量之间的取舍同时由于使用了 Morton order 对高斯进行编码 ，GPU 就不需要在运行的时候对高斯排序，就可以大幅提升它的这个性能。从之前5090都勉强运行，变成了现在连手机都能运行，那我们的答案不就显而易见了吗？赶紧基于这个 Play Canvas 的引擎做了原型，性能问题解决了，还得考虑一下交互上的问题那我们前面也说过这个3维高斯呢，它只是一坨坨的小云团，它很难像多边形那样方便的提供碰撞盒所以我们就粗略的对墙面、地面、桌子、柜子的物理实体做了简单的包围盒，让它们参与物理碰撞计算。同时，人物和环境的遮挡关系也是用这套简化的系统来运算的。虽然这种作假有的时候会穿帮，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挺像模像样的至于 UI 和 Gameplay 的部分呢，因为 Play Canvas 提供的是 JS 的接口，自然就是基于 Web 前端来开发了。我们用了 Vue 3作为前端的框架，按钮菜单的 UI 就是用普通的 HTML 加 CSS 元素实现了。然后为了加上这个打猪王的小游戏，我们又写了一个简单的 WebGL 的 shader 套在这个 Play Canvas 的画布上，来实现类似 CRT 显示器扫描的这种效果吧。反正花了1-2天时间，稍微给它加了一点游戏性。那这一下我们的赛博 Room Tour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那讲了这么多技术上的东西，大家应该已经迫不及待想要逛一下我们的办公室了吧？来，欢迎光临哈哈！可能你们有些人在阿胜的视频里已经看到了。这里就是我们大厅的这个博物馆了，放了2个大展区这边都是一些相当牛逼的东西。比如我们有一台这个蝴蝶键盘的 ThinkPad 701C， 对吧？后面这个是90年代游戏 PC 的白月光 3DFX Voodoo 显卡 ，Voodoo 1、Voodoo 2，还有 Voodoo 5中间这一台呢是非常经典的 IBM 的5160XT PC， 算是 PC 里的祖先了。旁边还放着一个牛逼的摩托罗拉 Dynatec 8000X， 世界上的第1台手机，而它的后面是这个盒装中文版的 Windows 95，这个应该都是一些我们最得意的收藏了。对面的这一堵大玻璃墙上也放了不少干货，比如 AMD 和英伟达2家历史上最顶尖的一些旗舰显卡，我们就是各放了一整层尤其是中间这里，对吧？有各种双星狠货，像什么3870x2、5970、9800G-X2，甚至是7950G-X2这种怪东西，对吧？全都拿出来了。旁边这里呢还有专门一片放的是经典的诺基亚的手机，像这个 N95就是我上学那会儿的白月光它不仅有强大的 S60V3 系统，搭载的这个德仪芯片也是当年的性能之王这是最早一批内建 GPU 的手机芯片，用了第1代 PowerVR 的移动 GPU还有底下这3位，对吧？2110、81110、8800，这更是重量级了。这边这头我们也收录了不少经典的手机，像摩托罗拉的 V70 Razer V3XX 还有明包括有黑莓索爱的机器，以及更现代的各种经典安卓机那底下这里呢就放着早期的经典的 Mac， 像这个就是被动散热的微型工作站 G4 Cube， 这个算是 Mac Studio 的前身了。这里一排呢就是 Macintosh， 还有 iMac包括当年配色非常时尚的 G3 还有这个小台灯，对吧？ G4， 还有比较现代的 G5。那我还收藏了几个80年代、90年代的顶级工作站像这个就是 Silicon Graphics SGI 的 Iris，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超强图形工作站SGI 是3D 计算机图形技术的先驱那今天的游戏里用到的各种图形技术，很多都是从 SGI 发源的。当年他们的这个工作站也是被用在了各种各样的仿真还有像《侏罗纪公园》终结者2这些电影的 CG 的制作包括后来的《玩具总动员》也是用 SGI 的工作站做的还有这个是90年代被称作披萨盒子的 Sun Spark Station 这个里面还装着英伟达的几位创始人在创办 NV 之前设计的图形芯片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好东西呢像这边的这个 AMD 速龙1G 赫兹的卡带式 CPU， 对吧？人类第1颗达到1G 赫兹的 CPU。这个上面还放着苹果牛顿，这个还是 iPad 的爷爷了算是最早一批搭载 ARM 芯片的移动设备了。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我就不一一细说了，你们可以自己去探索。
然后这一片走廊啊，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博物馆的一部分啊，一整个长廊。左边这里呢，同样我们放了一些有意思的展品，像这个展柜是我们做的复刻了 iPod Nano 4的一个广告啊，还有这些是英特尔奔腾之后的这个 CPU 编年史，对吧？这个奔1，对吧？包括这个奔2、奔3、奔4里面有一些卡带式的这个 CPU 啊。那我最喜欢的是这个机械硬盘的展柜，从0.85英寸到5.25英寸啊，我们是全都拆出来排站了，是不是还挺别致的呢？右边这一排啊，是我们一些这个节目里做过的经典项目，像这个就是从写作业机器人里面拆下来的 Core XY 的结构啊，像这个呢就是红魔600 Pro 的掌机，哈哈。那这边有历代 iPhone 拆出来的 A 系列的芯片，一个个都磨开了。最里面这个我们做了一个 M1 的 Die Shot 的版画，反正我们是想象了一下一个科技美术馆应该放点什么东西，就内部自己设计了一些这种工艺品展品摆在这儿啊。对面这里呢是一些经典的笔记本，毕竟是跟笔8在一起嘛，这个没有笔记本是不行的。这里面最值得看的是这一台戴尔的灵越8000，这个是2000年呢世界上第一台搭载了 N 卡的笔记本，所以游戏性能在当时是无出其右者啊。然后我最喜欢的一台机器是这个啊，外星人的 M11X，11英寸的迷你游戏本。这玩意儿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惊为天人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就看那个上海的太平洋的电脑广场上面贴着这个 M11X 的广告，对吧？就很想要这一台东西。你看这两台都是戴尔的老东西，对吧？以前他们是确实很牛逼啊，但是今天这个2026年，说的轻一点，那也是泯然众人矣了啊！逛完博物馆之后啊，再来大家看几个重要的地方吧。像这里就是我们的实验室啦，里面就放着我们续航机器人用的这个屏蔽箱啊，内建了极客湾电信的5G 核心网。那再往里面走呢，这一片就是我们平时测手机的地方了。你看着一箱箱的手机，对吧？是捅了手机窝了呀！不管是媒体机还是零售机，我们现在都贴了标签，做了区分了，嘿嘿。然后啊，这里就是我们平时拍节目的一个地方了。看到这个熟悉的布景了没？这个我们是基本上22年搬进这个新办公室之后呢，就一直在用这一片拍 A 肉了。不过近期啊，我们在旁边设计了一个新的布景，是为了 AN 大战的新视频准备的一个复古的极客布景，搞了很多的老游戏的元素，对吧？还有各种老硬件。回头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新节目啊。好，带你们来我的办公室看看啊，这个就是我的办公室啊，这个浓度应该还是比较高的啊。刚搬过来的时候，特意做了比较简洁的装修啊，把一些抗混响的声学软装给结合进了这个白色调的风格里面啊。这个房间里我是搭了一个5.1声道的环绕声，然后平时就看着前面这个电视办公啊，这个应该是很早的一代三星的迷你 LED 了，22年买的，现在可能技术上都有点过时了。然后最近我们在做 AN 大战的视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这个老硬件啊，老的显示器外设啥的。好，这个是正在试图在当年的硬件上打魔兽吧。后面我还放了各种手办什么的，还有各种 F1 车模。其实这个方面猪王也跟我差不多啊。你像这个就是他的办公室了，你看他也是摆了很多牛逼的手办啊，还搞了一个巨大的这个夜光大剑放在这儿，挺牛逼的啊。但老实说啊，装修上我还是更喜欢我的简约风办公室。猪王这一间呢，它其实花了我快3倍以上的这个价钱去装修啊。像这个地砖，它就装了得有将近7、8万啊。当时他又想要一个牛逼一点的地砖，搞得老前锋一点，结果这个买家秀卖家秀严重不符，出来这个颜色是完全不对，又砸了重新换地砖啊。然后因为监工上的失职，他买的这个地砖呢根本就拼不到一块去，完全都是乱拼的啊。最后就只能这么凑合了啊。我当时就跟大家开玩笑啊，说你就是地上铺满人民币都花不了7、8万啊，看起来还比你现在这个更养眼一点的是吧？反正我们学到的教训啊，就是装修的这个水是很深的啊，不管你是采购还是施工，都得请监工或者是亲自把关，而且一定要找一个第三方的验收团队来指出各种问题来啊。咱们剩下还有很多好地方啊，就留给大家自己上网页探索吧。roomtour.socpk.com， 喜欢您来。逛办公室逛差不多了呢，还可以玩玩我们集成的报社猪王小游戏，打败邪恶猪王，拯救极客湾的重任就靠各位了啊！那怎么样？这个高斯破舰的云游览还是挺有趣的吧？我也就不多废话了，推荐大家都可以去网页上亲自体验一下啊！如果你也想试试做一个自己的这个高斯破舰项目啊，或者是自己扫风景，或者纯粹啊就是出门旅游想多拍点东西的话呢，也都可以推荐试一下这个影灵 A1 的无人机，玩起来真的是挺有意思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好看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关注我们极客湾频道。我是云飞，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